为什么说马月老师的李世民最深入人心？他仅用一段无声的表演，就将李世民得到兰亭集序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激动演绎得淋漓尽致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李世民对兰亭集序有多痴迷。李世民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，从里面拿出包裹字帖的手卷。身为帝王的李世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，极爱王羲之的字，做梦都想着能看上一眼兰亭集序的真迹。可真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，他却有点不敢相信，最终从嘴里说出了3个字：真的吗？在得到鉴定专家褚遂良的点头肯定后，等了30年的李世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他本想站起身来，可兴奋的情绪却让他的腿不听使唤，又直接坐了回去。花了不少钱吧？陛下不是说过吗？若是辩才肯出让，那就为永兴寺重修一下庙宇再塑金身重塑金身，塑金身，还有你们重赏！就李世民对兰亭集序的这种痴迷程度，简直跟魏征看见心爱的菠菜场景一模一样。可李世民高兴还没3分钟，褚遂良就告诉了他一个悲伤的消息：此次萧绎功劳最大。好，重赏！可是萧绎他留在了永兴寺。李世民听后顿时满脸诧异，看来他是低估了得到兰亭集序的难度，于是便问褚遂良为什么他要留在永兴寺。陛下应该明白，辩才是不可能出让兰亭集序的，因此萧绎自愿留在永兴寺，以命偿还兰亭集序。接着褚遂良便开始讲述取得兰亭集序的曲折经过。原来早在半个月前，长孙无忌得知兰亭集序的真迹疑似在永兴寺主持辩才和尚手中，于是他让褚遂良和御史萧绎前往永兴寺取来兰亭集序，但此行只能智取不可强夺。于是萧绎打算单独行动，让褚遂良去驿站等他消息。这天永兴寺天降大雨，萧绎故意假装在寺庙大殿屋檐下躲雨，而为了接近辩才和尚，萧绎故意让路过的辩才和尚弄湿他的书卷，从而趁机与其理论。哎呀，你怎么把雨水滴到我的书卷上了呢？一卷书来之不易，你看，水都把墨给阴开了，这是我借来的，我怎么还呀？辩才赶忙赔礼道歉，并打算为萧绎重新抄录一份书卷，以此作为赔礼。随后邀请萧绎入寺避雨，而辩才看过弄湿的手稿，才发现这是一部佛经。萧绎则趁机说这个手稿上的字体是西晋书法家索敬抄写的，还故意说这索敬的字要比王羲之还要好。一听这话，辩才瞬间就上钩了。王羲之笔法晋人第一，这不过是抄经字罢了。辩才打开了话匣子，开始跟萧绎大谈王羲之的笔法。萧绎故作不懂，请教辩才王羲之书法的精妙之处。可能是辩才太想证明王羲之的书法，竟然从身后的柜子里拿给了他一个木盒。萧绎迫不及待地打开木盒，展开手稿。兰亭集序。辩才说难得萧绎是有缘人，于是答应让他小住几天，好好观摩，自己则趁这几天的功夫把弄湿的经书再抄一遍给他。萧绎回到住所，确定无误后，便趁着夜色离开了永兴寺，把兰亭集序交给了褚遂良。褚遂良看过之后，开始夸奖萧绎：萧绎呀，萧绎，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。可就在萧绎准备回长安领功时，褚遂良却发现了问题。假的，只是现在的纸不是禁纸。萧绎一听傻眼了，看来这应该是辩才和尚临摹的副本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萧绎只能连夜回到了永兴寺。而此时已经凌晨3点，萧绎却发现主持辩才竟然还没有睡，正挑灯为自己抄写经书，这让萧绎顿感十分惭愧。于是他回到住处也是一夜没睡，一直在感悟王羲之笔法的精妙之处。次日一早，萧绎便向辩才归还手中的兰亭集序赝品，顺便再次与辩才聊起王羲之。我听说当年兰亭雅集之后，王羲之第2天要正式抄写一遍，可无论如何再也写不出当时的妙处了，是这样吗？是。辩才毫不避讳地为萧绎解答，原来兰亭集序竟是王羲之酒后趁着酒意灵感大发，从而写下这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。等到第2天酒醒之后，王羲之发现原稿上有不少笔误和遗漏，于是准备重新抄写一遍，结果却发现怎么也达不到原稿的境界，于是只能在原稿上修改笔误和添加遗漏的字。这真迹里面并没有改动啊。施主手中并非真迹，乃是老僧手笔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改动的是哪几个字呢？辩才听后便将真迹中有改动的地方全部一一告知了萧绎。见辩才知道的如此详细，萧绎便顺着话题探一探辩才的口风。想来师傅是见过真迹的了。妻侄见过。辩才打从心里认同萧绎，
仿佛遇到了知音一样，很是投缘，于是就说起了自己的秘密。兰亭集序被视为传世之宝，在王家代代相传，一直传到王家七世孙王法吉手上。后来王法吉出家，法号智勇，而智勇法师正是辩才的师傅。在智勇法师圆寂之前，又将兰亭集序传给了辩才，从此兰亭集序也就成为永兴寺的镇寺之宝了。不知道有没有缘见到兰亭集序的真迹。辩才虽然对萧逸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但让萧逸见一见兰亭集序的真迹，他还是犹豫了。而萧逸见状倒也不慌，当即就来了一招以退为进，表示自己未能见到真迹，那就说明缘分未到，不可强求。于是起身告辞离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辩才开口了：“施主留步，施主一片诚心，实在少见。”于是愿意为萧逸做一场法事。随后等萧逸沐浴焚香斋戒3天之后，辩才终于把兰亭集序真迹交给了萧逸。神品啊！施主小心！萧逸赶紧擦掉激动的泪珠，防止滴落在纸卷上。看着萧逸虔诚的模样，辩才和尚也渐渐放下心来，并答应给萧逸1天时间观摩。而萧逸也明白，这是他得到兰亭集序最好的机会。为了完成皇帝的任务，这条不光明的路，他就算怀着愧疚昧着良心也要走完。于是连夜将字帖送了出去。等第2天，当辩才打算收回兰亭集序时，却发现萧逸已经在寺外跪了1夜。施主有何不妥？奉大唐皇帝陛下旨，永兴寺镇寺之宝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，自时已快马送达长安太极宫。弟子萧逸不能亲自回去消差，留在这里听凭师父发落。一听这话，辩才仿佛被抽空了灵魂一般，他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我跟你心连心，你跟我玩套路，我把你揣兜里，你却把哥揣沟里。可现在他也是无可奈何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他卖弄所造成的结果？而关于萧逸的结局有2种说法。一种，萧逸把兰亭集序带回长安后，李世民予以重赏，做了5品大员，从此飞黄腾达。第2种是萧逸因骗兰亭集序而内疚出家，做了辩才的徒弟。我们的电视剧中用的是第2种说法，正好给了兰亭集序这件艺术品最大的尊重，也升华了萧逸的品格。武取天下，要以性命相搏；文治天下，也有人以命相许。这萧逸当得我一员大将。而为了不辜负萧逸的付出和兰亭集序能流传于世，李世民下令欧阳询、褚遂良等书法大家临摹兰亭集序。随后良工巧匠将其磨刻木板，赏于诸臣。在李世民推动下，兰亭集序并未仅锁于皇家，而是流传于世，供后人瞻仰。